我获得了唯一的保送名额，哥哥却把我约到桥上，猛地将我一推：“你去死吧，赔钱货！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失去意识前，我看到哥哥嘴角弯起，像涂了毒的钩子，冷漠恶毒，好恨！要是能重来一世，我要他血债血偿。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再次睁眼，我竟然回到了高中时代。我看着我的肌肤是健康有生机的，不再是上一世从水里捞出来时的惨白死气。我重生了，我清晰地意识到，老天给了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拼命压抑住心中的狂喜。同桌推了推我，兴奋地说：“宝贝，快起来！上次考试的成绩下来了，我们一起去看看。”我拉住兴冲冲的同桌问：“是哪一场考试？你睡懵了？就上个星期的8校联考啊！快走快走，看看我们镇班之宝这次排第几名。”说着，同桌拉着我就往外走。我回想起来，这次8校联考后，学校将会宣布与首都大学合作的培育计划。由于是初次实施，因此计划名额只有一个。这个名额将会从下一次的全市联考以及首都大学自行出卷的基础学科考试中选取，通过不同考试的加权，最后得出一位学生获得这个珍贵的名额。上一世，我以高出第2名10分的综合成绩获得这个名额，却被第2名的我哥恶意推下大桥，溺水而亡。我的未来还没有开始，便被恶意斩断。重来一次，我依旧要争取这个名额，只不过这次我会把属于我的未来牢牢把握，让它闪耀本就属于它的光芒。同桌拉着我来到榜单前，兴奋地指着第1位说：“婉婉，你这次又是年级第1名，8校联排第3，真的好厉害！不愧是我们班的镇班之宝。”我顺着他的指向看过去，正好碰到哥哥的视线，他的视线里是满满的不甘和嫉恨。从小就是这样，只要我比他强，他就会相当不满，势必要把我拉下来。如果拉不下来，他就会想尽方法的找我麻烦，就像对待仇人一样。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坏种。小的时候，因为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吵大闹，换来的只有父母对哥哥的包庇和对我的指责。长大后，我学会控制自己，不屑与他幼稚的争斗，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却换来了惨死的下场。如果退让会把我推向死亡，那重来一次，我不想再压抑自己的情绪。我向哥哥扬起一边的嘴角，满是嘲讽的意味，伸出大拇指往下比了比。哥哥被我的挑衅惊愣了一瞬，眼睛里的嫉恨更盛，似乎没想到我这个向来爱讨好他的妹妹会做出这种表情，旋即又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坏笑。想都不用想，他已经想好怎么在爸爸妈妈面前向我泼脏水了。看爸爸妈妈贬低责骂我，是他最爱看的节目。放学回到家时，哥哥已经在家了。他坐在沙发上，美滋滋地吃着妈妈切好的苹果。妈妈坐在他旁边，给他剥橘子，看都没有看我一眼。见我进来，哥哥向我投来挑衅调笑的目光，我没有理会，径直走进我的房间，却发现我的房间里居然没有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极大的书桌，还有哥哥的高价人体工学椅。我扔下书包，冲出房间。我努力抑制住怒气，问妈妈：“妈，我的房间怎么成这样了？”妈妈头也不抬，说：“你哥哥高3了，学习资料多，一个大点的书桌方便资料的归纳整理，就把你的房间改成哥哥的书房。同时，你今天在学校顶撞哥哥，不懂得尊重人，这也是对你的小惩罚。
在阳台给你改了一个小隔间，你以后就在那里住，反正已经春天了，天气也不冷。作业就在饭桌上写，不要去打扰你哥哥。我气笑了，妈，哥哥是高3，我就不是高3了吗？哥哥的学习是学习，我的就不是了吗？平时哥哥在学校带着他的好兄弟欺负我的时候，你有惩罚过哥哥吗？明明老师已经说清楚，是哥哥欺负我，你还是固执地认为我有错在先，凭什么被罚的总是我？为什么你们总是和哥哥沆瀣一气？一番质问下来，我把我两世的不甘发泄出来。妈妈似乎是被我的质问惊住了，没有想到以前在家自己指东，就不会往昔的女儿会那么生气，大声地责问自己。很快惊讶被怒气所替代，妈妈沉了脸色，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家里没人欠了你的，没人欠了你的。我冷哼一声，父母的偏心和溺爱成了哥哥害我性命的最利的剑，他们欠我一条命和我本应光明灿烂的未来。正当我想要继续说些什么，爸爸回来了，一进门就听见你们吵，整栋楼就我们家最吵。吵什么吵？有什么好吵的？哥哥阴阳怪气地说，爸，是妹妹觉得我们欠了她的，要个说法。爸爸一听，怒道，你个小赔钱货，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当初就应该一出生就把你送到乡下，眼不见心不烦，省得现在养出个白眼狼。我从书包拿出今天学校发的住宿同意单，说，行，既然你们那么厌恶我，就把这张住宿同意单签了，住宿费学校免了，我去住宿，省得在家惹你们一家3口烦。爸爸还想开口骂几句，被妈妈拉住。妈妈接过住宿单，几下签好名字，说，明天开始你就住宿，高考结束之前都不要回家，回家也是搅得家里乌烟瘴气，影响你哥哥学习。我拿过签好字的同意单，说，你们放心，高考结束之后我也不会回家，让你们一家3口烦。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似乎是被我决绝的语气吓到，他们3个都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旋即又面露嘲讽。哥哥说，你记得你今天说的这句话最好，不要到时候又灰溜溜地回家求爸爸妈妈原谅。我直视着他，勾起一抹冷笑，我一定记得的，哥哥，也希望你下次被我踩在脚下的时候，不要再哭唧唧地回家求爸爸妈妈的安慰，告我的状，像个没断奶的男宝。差点忘了说，上次8校联考我是第1名，而哥哥只有第8。我把只有2个字咬得极重，满是对哥哥的不屑。说罢，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去收拾住宿的行李，无视哥哥看向我的怨毒的目光。第2天到学校，我把住宿同意单交给班主任，班主任快速地为我办理好了住宿手续，拍拍我的肩说，接下来就在学校安心备战培育计划和高考，老师相信你。班主任家访时了解过我的家庭情况，知道我爸妈重男轻女，搬出家来学校住宿能极大地改善我备考的环境，他是真心实意地为我加油打气。我点了点头，说，老师，我一定会加油的。其实上一世我也是在校住宿的，只不过是被爸爸妈妈赶去的学校。上一世我不想因为住宿和爸爸妈妈的感情疏远，本就不被家里重视的我，害怕住宿后就真的被爸爸妈妈忘记了。为了备战培育计划，我时常学习到很晚才睡觉，尽管已经很小心了，但哥哥还是跟爸爸妈妈说，我晚上学习得太晚，吵到他休息了，让我去学校住宿。爸爸妈妈一听自己的宝贝儿子被影响，立刻让我收拾东西去学校住宿。尽管我再三保证会小心再小心，他们还是不为所动，强硬地送我去学校住宿。
在学校安顿好后，我便专心投入到培育计划的备战中。虽然上一世已经经历过一次，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凡事都有变数，时间就在我日复一日的刷题、复盘、刷题中度过。很快就到了全市联考的日子。不出所料，在全市联考中，我依旧拿下了年级第一，甚至分数比我的上一世更高了几分。本来我的分数提分就比较困难，能提高几分我已经相当满意。哥哥这次也考得很高，跟上一世一样，考到了年级第4，比我低了近10分。我感受到后方对我投来的怨恨的目光，往后看去，果然我是那极度诚信的哥哥。我一阵无语，爸爸妈妈的关心与爱就养出这么个东西。重男轻女的家庭教育让哥哥养成了要事事压我一头，好东西要他先想的性格，要是得不到就找爸妈，逼我放弃。看完成绩，我离开人群走回班级，路上哥哥扯住我，低声说：“你少得意，家里断了你的零用钱，我看你能撑多久？”我挣开哥哥的手：“谢谢啊，用不着你关心，我有钱，离我远点。”高一的时候，我在市联考中成绩优异，学校奖励了我一笔奖学金以资鼓励。本来钱是要打进爸妈的卡上的，但当时联系不上他们，而且我的年龄也满了16岁，于是班主任为我申办了一张银行卡，奖学金打进了我自己的卡里。近3年下来，卡里也存了不少钱。上周末我刚去银行确认存款，足足有8000，完全足够支撑我从现在到高考的各项开销，用不着花家里的钱。哥哥笑了笑：“你现在怎么好像很叛逆的样子？少装了，又是想故意引起爸妈的注意而已。爸妈都懒得理你。不过只要你保证基础学科考试故意考低，把培育计划名额让给我，我勉强在爸妈面前说几句，把你的房间还给你，让你回家住。”我无视哥哥的第一句话，反正现在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会认为我在故意耍性子，吸引家人的注意而已。我上一世确实为了吸引爸妈的注意，做了许多可笑的事情，最终都会被哥哥颠倒是非地告诉爸妈，以爸妈又责骂我一顿后收场。但现在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不想再辩驳些什么。我讽刺地开口：“你以为只要我考差了，名额就能落到你头上了吗？你几斤几两，自己掂量清楚，别告诉我你的尿是哑光的。”我说的不错，我们学校是属于省重点尖子生扎堆，上一世我的综合成绩第1，而哥哥排在第3。我死后，名额给了他，是因为第2名的同学家里决定送孩子出国留学，不参加培育计划名额的竞争，于是哥哥成了第2名，名额也最终给了哥哥。重来一世，我也不敢轻敌，毕竟少1分钟的学习就有可能被其他人超越，大家的竞争力实在太强。这显然说中了哥哥的软肋，他也不敢保证只要我考低他就能拿到名额。但是相较于是否能获得名额，他更在意的是能否将我这个妹妹踩在脚下，只不过一直未能如愿罢了。无法在成绩上获得的，他就在爸妈那里获得。他不遗余力在爸妈面前污蔑我，歪曲各种事实。初中的时候，他指使我去帮他打水，我为了讨好他，以获得爸爸妈妈的表扬，屁颠地给他打好。他喝了一口说：“不够热，重装。”我不敢反驳，又去给他重新打了一杯烧热点的水。他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指着我说：“你是想烫死我是不是？”回到家，这件事就被哥哥说成我故意在他的杯子里装开水，害得他被烫到。我想为自己辩解，
爸爸妈妈却根本不听，直接把刚烧好的热水倒入我的杯子，命令我喝下去，说是要我体会哥哥被烫到的痛苦。可哥哥哪里有痛苦，他只有看着我被惩罚的快感。哥哥恨恨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我也回到班里，继续投入学习。首都大学的自命题基础学科考试比任何一次考试都要难，为的是选拔基础学科的优秀人才，重点培养。入选培育计划后，大学4年都会有一笔不菲的奖学金，因此我必须全力以赴，获得名额。基础学科考试如约而至，我自信满满地答完所有题目，包括物理的最后一道大题。上一试，我并没有完成物理的最后一道大题，因为学科考试前，我刚被爸妈赶出家，悲伤和失落影响了我的考试状态。但这一试，我不再受家庭影响，且在考试前，我将物理知识系统化过了一遍，归纳整理了各项题型的答题技巧和答题突破点。基础学科考试除了考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也是考应试方法，知识和方法双管齐下，才有可能拔得头筹。考试成绩很快就下来了，经过加权计算，我又获得了第1名，而且是唯一一个物理上90分，且基本做对最后一道大题的学生。培育计划毫无疑问地落到了我的头上，也许是被我的话刺激到了，哥哥这一试居然考到了第2名。培育计划暂告一段落，这一试的时间线与上一试几乎重合，也意味着离我被哥哥推下大桥溺水而亡的时间也越来越近。正当我思考着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时，哥哥给我发了条信息：妹，祝贺你获得培育计划第1名。爸妈他们反思了自己之前对你确实太过苛刻，他们想明晚和你一起吃顿饭，缓和一下感情。没错，我想起来了，前世就是看到了哥哥这条短信，以为爸妈终于看到了我的努力和优秀，太想获得爸妈的关心与爱的我，一时间被快乐冲昏了头脑，没有思考这条短信是多么的不合乎情理，答应了爸妈的邀约。于是第2天下课后，和哥哥一起去吃饭的地方，只是车越开越远，但是哥哥说爸妈订的吃饭地点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农庄，好在农庄的自然环境好，看我准备培育计划太辛苦，多接触大自然缓解一下压力。我也知道这个农庄，就没有起疑。车行驶到大桥前时，哥哥叫停了司机，说在附近放我们下车就好。面对我疑惑的目光，哥哥冲我温柔地笑笑，说：妹妹，过了大桥再走几步路就到农庄了，哥哥想跟你先单独聊会天。这是哥哥第1次那么温柔地对我说话。上一世的我以为哥哥终于接纳了我，于是顺从地跟着哥哥下车。当我们走到桥中间时，哥哥四处张望了一下，瞧见四处无人，没有来车，冲我微微一笑。我看出他笑容里的恶意，刚想转身离开，却被他一把抓住胳膊，猛地一推。他说：去死吧，赔钱货，你的一切都只能是我的。我被哥哥推下大桥，眼睛里最后定格的画面是哥哥迅速跑走的样子。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家庭聚餐，也没有关系的缓和，这只是哥哥的恶毒的谎言和有预谋的犯罪。我并不会游泳，落入江中最深处，奋力挣扎求救无果，最终没有了一丝力气，沉入水中溺水而亡。过了几天，我的尸体才被渔民发现，爸妈和哥哥来警局认领我的遗体。他们见到我的遗体后崩溃大哭，演得一出好戏，令在场的人动容。妈妈对警察说：这孩子从小就内向，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以前还好，
但这高三压力一大，就容易出事。我可怜的女儿啊！爸爸也说，这孩子在家里的时候，曾经拿过水果刀，想要伤害自己，幸好被我发现，才没有出事。我也跟他说，有事多跟爸妈说，他也答应了。谁能想到，现在出了这种事，爸妈你一言我一语，成功的误导警察，把我的死因归纳为压力过大，失足落水。而且我出事的附近没有监控，排查了我的人际情况后也没有疑点，于是以压力过大，失足落水结案。而哥哥从始至终没有说话，外人以为突然失去妹妹，心情低落，没有看清哥哥掩藏在眼底的快意与恶毒。爸妈其实是知道事情的真相的。那天看到哥哥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后，把自己关进房间里，等到警察通知认领遗体，他的房门才打开，看到儿子脸上淡淡的笑意。他们几乎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但选择了隐瞒，再一次的与哥哥站在一边。爸爸甚至拍了拍哥哥的肩膀说，到了警察那里注意表情，回忆起前世我死前死后的所有事情。我的心里还是不由得涌出一股悲凉，为什么自己女儿死了，还那么无动于衷，包庇一个杀人犯？父母的爱为何如此偏心，如此盲目？很快，那股悲凉就被愤怒盖过。这一世，我的命运只由我自己掌握。手机上有收到一条短信，是哥哥见我太久没有回复，又发了一条确认我的态度。我告诉他不去了，我说过，从此之后桥归桥，路归路，我不会再回那个家。自从我回复哥哥后，哥哥便没有继续发短信说服我，即使在学校碰见，也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攻击。如此平静的又过了2个星期，我心里隐隐地泛起不安，总觉得哥哥不会就此罢休。又一个周日下午，高三照常放假半天，趁着这个时间，我去了校外的商场买快要见底的生活用品和零食。为了节省往返时间，我选择抄小路去商场，因为夏天的下午实在太热。这个点，小路上并没有人。我正在小路上走着，突然一双手猛地把我推进小路旁的河里，那股熟悉的窒息感瞬间笼罩住了我。我胡乱地扑腾，想要浮出水面，可是有双手压着我的头，不让我向上浮起。紧张慌乱涌上心头，我知道那双手的主人是谁。难道又要像上一世一样死去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已经学会游泳了，住校的周末，我都会去学校游泳池游泳，请学校的游泳特长生教我游泳。闭气，现在要镇定，只要这双手不再禁锢我，我就能活下去。于是我慢慢停止扑腾的动作，保存体力，身体向下沉，造成已经脱力无法挣扎的假象。过了30秒，按着我头的手开始放松。当它离开我头的第1秒，我立刻使力向对岸游去。成功上岸后，我向对面看去，已经空无一人。但这一次，我成功地拯救了自己。周1时，我在走廊碰见哥哥，他眼中是毫无掩饰的恶意，低语道：“你居然学会了游泳，是我小瞧你了。”我冲他一笑：“你猜猜，那附近有没有摄像头？”捕捉到他眼中的惊慌，我心满意足地走了。小路上碰巧就有摄像头，附近的居委会是为了防止意外事故装的。上一次从小路去商场时，被我碰见有人正在装摄像头，便问了一下，摄像头覆盖的广，恰好能拍到我被推落水的一段路。而哥哥不住校，也就不从小路去校外商场，因此不知道摄像头存在，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小路破旧，没人关注，于是跟着我出校。
抓住时机将我推入水中，想像上一世一样伪造我失足落水的假象。我向居委会拿到监控视频后，将监控视频交给警察。由于证据确凿，情节恶劣，哥哥最后被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但这已经是高考后的后话了。我把视频交给警察后，警察迅速将哥哥抓捕，学校立刻将哥哥开除学籍。为了保护学校的名声，把事情压下去了。虽然我希望这件事闹点大好，但站在学校立场上也能理解。但总有人不愿意。哥哥被抓进去后，爸妈私下找到我，想要私了。我不敢单独见爸妈，于是选择了人多的餐厅。爸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哥不是故意，都是你考了第1名，刺激到他了。只要你出具谅解书，再把培育计划的名额给他，我们就不跟你计较，还把你的房间还给你。”我冷笑一声，我说我不呢。被我的态度激怒，妈妈一巴掌就打在我脸上，大喊：“我们家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动静很大，吸引周围人的注意，不少人举起手机开始录制视频。我求之不得，我捂着脸，装作痛苦的大喊：“妈妈，我考了第1名，哥哥嫉妒我，把我推进水里，想要淹死我。要不是我会游泳，我就已经淹死了。我也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就只向着哥哥说话？从小到大，事事都以哥哥为先，只要能从我手里抢的，哥哥就都要抢。你们不仅不阻止，还帮着哥哥抢。这次的培育计划名额只有1个，哥哥抢不走，就想着把我淹死后再抢走。你们也要帮吗？你们是杀人犯的帮凶。”周围议论的声音大了起来，纷纷指责他们不配为人父母，偏心成瘾，重男轻女到极致，养出一个想伤害亲人的祸害儿子。爸妈在众人毫不客气的指责中匆忙离开。我在餐厅被父母扇耳光，控诉自己的经历的视频被传到网上，一旦激起千层浪，网民们纷纷骂爸妈是太子爹、太子妈，养出一个杀人犯，骂他们不配为人父、为人母，就应该跟他们儿子一样蹲大牢。铺天盖地的网暴压垮了爸妈，爸爸被网友的恶毒诅咒刺激的中风倒下了。妈妈一边忙着照顾倒下的爸爸，一边跑警局，闹着要警察放出哥哥。每天忙得焦头烂额，一地鸡毛，没有精力再来找我麻烦。出了哥哥的事之后，我被学校重点保护起来，直到考完高考。顺利的考完高考后，我第一个走出考场。记者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扬起明媚的笑容，说：“我保送了，我将奔赴属于我的灿烂未来。”因为我在自命题考试中物理成绩出色，被首都大学负责出物理题目的老师注意到了。老师是国内外物理界的大拿，他邀请我提前来学校适应生活，适应新的学习节奏。机票和前3个月的生活费他包了，我欣然同意。高考完的当天晚上，我便乘坐上了前往首都的飞机。飞往这一世属于我的光明且灿烂的未来。进入大学后，我相当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大学生活，那是我前世被失去的时光。除了认真完成学业之外，我参加几个我感兴趣的社团。在同学的推荐下，我获得了一个工资不菲的兼职，足够对付我在大学的日常开销，再加上我自己的存款和学校每学期的奖学金，我的大学生活按照我喜欢的、我想象中的样子进行。原来这些我被迫终止的未来，每一刻都那么快乐，那么自在。到了大2，我顺利进入老师的课题组，开启了科研之路。成为物理学家是我2世的梦想，这意味着我的梦想正式起航。
每一次与同门交流都是一次思想碰撞，激烈且愉快，总是能够收获到很多新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大4的时候，凭借出色的成绩和科研成果，我获得老师的推荐，前往大洋彼岸进行深造学习。留学期间，我时常参加藤校聚会，与同样优秀的人交友。我深知名校不仅是为学生提供最好的知识教育，亦是学生未来最好的人脉平台。学成回国后，我继续留在导师的课题组中进行物理研究，与国外某个知名物理研究所合作，最终获得重大突破，在国际一举成名。我也成为了物理界中叫得上名字的新兴力量。这一世，我抓住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再一次听到爸妈和哥哥的消息，是在一次物理的国际会议上。我碰见了高中时期的同学，他告诉我，哥哥出狱后因为有案底，且高中肄业很难找到工作，干脆待在家里啃老。妈妈除了照顾中风瘫痪的爸爸，还要出门工作，养活在家游手好闲的哥哥。本来日子这样还可以勉勉强强过下去，可是哥哥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越赌越多，最后偷偷把家里房子卖了之后一走了之。听说被警察在某个地下赌场抓住，又进去了，毒品检测还是阳性，怕是这辈子都难出来了。没了房子之后，爸妈只能寄住在亲戚家，受尽冷眼和嘲讽。听说现在在找我的联系方式，想要得到我的救济，你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同学煞有介事地跟我说，我家的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同学们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我微笑着道谢，低头看着手机里的入职通知。明天开始，我将进入国家航天局进行为期5年的封闭式科研工作。我将我所学的知识奉献于国家，这是我苦读多年最高的荣耀。作为国家航天工程师，我相信我的人身安全、信息安全不是问题。有了国家的保护，我将能够在航天研究中全身心投入，在我最喜欢的领域中做出自己的一番成绩，助力国家的航天事业。无愧多年苦读，无愧于老师、学校、国家的培养与期望。在航天局工作时，我认识了我的丈夫，我们因相同的追求互相吸引，很快轰轰烈烈地坠入爱河。婚后，我们依旧甜蜜如初，还有了一个乖巧伶俐的女儿。我也再也没有听说爸妈和哥哥的消息，当然，我也不在意，因为这一世的我美满幸福地度过了一生。我的未来果然灿烂而光明，我的梦想果然能够起飞翱翔。那些痛苦与悲伤永远留在上一世。我的价值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与关心来证明，我的价值只有我自己创造。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